二位是来接我的说？是的，欢迎。椒麻呢是一个极具四川风味的黑暗童话，讲的是一个川剧小丑演员，就在过世那天，牛头马面来接他，去往丰都。在途中呢，他碰见了在黄泉路上开农家乐的故人，他们一块儿喝酒，插科打诨，不停地回望对岸的世界。我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，画画的，然后我也拍电影。我是一个野路子，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学院的那个教育，我真的是通过详尽的去阅读这个美术史以及电影史，我产生了自己的美学。2017年的时候，我父亲为了纪念我祖父逝世30周年，他写了一本我祖父的传记，然后让我给他画插图，15张插图，然后画完以后意犹未尽，所以我开始写剧本。在当地的一个工厂里边搭了一个马戏棚一样的棚子，我要把我的天马行空的东西限制在一个场域里面，在那400平米棚里边，你怎么去完成这些东西？棚拍啊，就是罗斯科里做道场，4两拨千斤吧，啊，这话虽然有点狂哈，我想满足这样的创作野心。我们用了很多木板、废木料，然后在上面画画，看到的东西和听到的东西都是我们生造的一种手工的方式，死磕的方式。我所谓天真的电影，你能看到那汗味儿、油味儿，视觉上其实就是一个徐徐展开的画卷嘛。漫画式的主人公在里边完成他的生活史。我用的演员都是素人，包括那个演马儿的是我父亲，演男1号的是易思成，他很严肃嘛，但他充满古意，复原我祖父那个原型。我从小就在剧团跟着我祖父长大，川剧界有一个外号叫做川剧活字典。80年代他是卯足了劲儿去整理那个抢救那种川剧的传统戏，他可能有一种执拗的劲儿吧。我现在好像也继承了他这种执拗。87年的时候，我祖父想去看我做的河灯，做了一个米老鼠的河灯，就是从7楼不小心脚一滑，嘣就摔到了6楼，一下子就没了。就用了这种决绝的方式，一个小丑邂逅另外一个小丑，然后通过这种方式，完成了他的一生。我的作品其实也是继承小丑。小丑的精神就是什么？就是个体尘埃的精神。就这个尘埃再卑微、再卑贱，在他到绝境的时候，他还会做出一张鬼脸。四川人其实就是特别符合小丑精神嘛，就是面对苦难的时候，要撩拨或者要挑衅一下。我读高2的时候我就辍学了，可能上面在上那个政治课，我下面在看那个朱光潜的世界美学史。当时我就巨着迷艺术，我想离开那个城市。我17岁去北京去读一个民办大学，拼命的在创作。那个年代我父母就对我特别失望，我就说你再资助我几年。后来我赌赢了嘛。就是2000年的时候，我办了一个双个展，虽然那会儿卖得很便宜，但是它起码走出了第一步。一直到2006年，我有了点余钱，因为我对电影的爱是从来没变的，自己买了台机子就开始拍了，就这样开始了另外一条道路。之前我是画画嘛，然后拍纪录片，这一年我上半年剪片子，然后下半年集中画画。好多看过我电影，对我的画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慢慢的让这2个东西、2个系统的创作融合成一个有机体。《椒麻神游记》这个是我这6年来的一个阶段性汇报。拍了椒麻以后，余温尚在。用了一个色粉的方式来画了一套他们的肖像，画了
一系列乐山巴比松。同时加入了我惯常的绘画题材的动作，比如说重构美术史，包括一些卡通人物啊，比如说那个黑猫警长和一只耳、梵高。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张画，我和我的制片人也是我的爱人丁丁，我们在那个监视器那儿坐着，我们两人有点疲倦的那种感觉。还有我手里边拿着一个棒子，脑袋上有个包。我怕我的缪斯离开我，我怕我灵感枯竭，所以经常要对自己进行一种类似于日常功课式的棒喝。焦麻在那个，其实他是在那个洛迦诺的那个主竞赛单元做的那个世界首映嘛，然后还得了这个评委会大奖。还有一个就是让我比较惊喜的是，当天还得了一个青少年评委会2等奖，年轻人也 get 到了。焦麻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，它是界定了我6年的这么一个创作时光。它其实是一个日常的颂歌，一个生死的互文。我的语法一直都是一种小丑语法，就是癫狂加苦涩，狂歌荡哭似的。宏大叙事是必须要落实在一个个体上。